Brazilian sambas, Cuban rumba. I'm the first Chinese to go to Royal Academy. I am the first Chinese bongo. I know all actors. 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演戏啊 ，show off。我妈妈是喜欢得不得了，而我爸爸是真的彩琴，她今年已经86岁了，她是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的3女儿。这部电影其实是关于一个名人之后一个女性华人演员在海外闯荡的传奇，跨越了过去60年。I hear the bell coo. You can't do it though. 这部电影正式的拍是2017年1月。作为一个人物传记电影，其实更重要的不是拍，而是说你跟他怎么相处，并且得到这个授权。这么问起来，这就是20年。她从小就是在上海，在长乐路上是一个贵家小姐。她的父亲是京剧大师周信芳，母亲是裘丽玲。她妈妈是一个茶庄和珠宝商的千金小姐，有1/4的苏格兰血统。他们家有6个孩子，周少莲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已经去世了，其他的5个都在海外。刚要过18岁生日之前，就被抛到了英国。当然他很有出息，在英国又上了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演的苏丝黄的世界一夜爆红。1959年在伦敦西区，他就在那个最高的那个塔上面有一个 The World of Susie Wang by 蔡庆。这么一个大霓虹，大家都在争相效仿他。伦敦街上所有的人都开始穿旗袍，都开始留这个长发，就这眉毛往上尖的那种化妆方法。3到5年，他是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大咖。I was voted a Woman of the Year. It's a bit of a flop, but it's wonderful. That's what being celebrity is. All were aware that Britain was in its worst economic crisis for more than 40 years. Where we all lost a lot of money, and poor Cy lost her house. I didn't know that my house was part of the collateral. You see how stupid I am? So in a way, I had nothing. 这么过了10多年，包括他也有钱，他也买了房子，结果他在银行的所有的存款因为抵押而破产。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试图自杀，进入了人生所有的低谷。可以说他10几年那个上流社会的美好生活在伦敦的第一次结束。然后他就去了洛杉矶，成为了弟弟餐馆的一个 waitress， 就是完全像一张白纸一样，穿着这个 fur coat， 就是皮毛大衣去申请一个就是说打字员和秘书的工作。后来又在哈佛大学做过图书馆的那个管理的人。但是在他内心中不能泯灭的一个声音一直会呼唤他，你得去演戏，你得做一个演员。所以他从一个社区剧团开始。These are the poor theater now, all right, in Boston. I said, are you an actor or are you not an actor? If you're an actor, you should be able to do an audition. So I went and bought $3 a coat and a hat, it's Barry, and a $3 plastic pair of boots. I look so chic, you have no idea. Okay? 他演了希腊的悲剧《阿伽门农》这样子一个经典剧目。那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找到了自我，他就考上了塔夫茨大学。在那段时间里面，就是既要当助教，要学习东西，要演戏，都要他挣这学费啊。他是拿着一个 bucket 去擦他们剧院所有的椅子。他一直在学习，彩琴就是上学的意思，博采其琴，这是著名的诗篇。Living room 全部书布满了，而且排得整整齐齐，哇，可就是那个图书馆。他说要做一个好演员，你必须 know your craft， 并且为演戏的这一个瞬间做你一辈子的努力，跟着这个时代随波逐流，那肯定是不行的。What's wrong? Nothing. She has a very, I think, a specific and honored position in Asian American actors, and I'm sure they are each one of our mothers at least once. All her mannerisms and
the way she holds a cigarette. There was always just something very European about her. And, just huge personality. 彩琴在好莱坞就是说是我们所有的亚裔演员的 godmother， 国外的华人太欣赏她了，她的这种状态和精神一直牵引着像吴珊卓、像温明娜、像很多包括男演员们。就是彩琴在那么艰难的时候，有性别的问题、种族的问题，她就已经一马当先，豹子一样一个人冲在前面，那后面的人又凭什么不努力呢？ Arthur Miller, America's foremost playwright, was inviting Cao Yu. So it was the first theater exchange, which is a huge event. 81年，后来曹禺先生碰到他了以后，就是说啊，那你作为外国专家，你把你的戏剧经验传递过来，所以中央戏剧学院就邀请他做了一个半年的一个讲习班，他就回了一次国，他也是第一个中国改革开放后请回来的戏剧专家，而且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当他离开20多年，父母都是在这个过程中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他心灵是需要这一段去回归去。滋养去重新发现的，因为我要去他的书房，他就给我那个剧本叫《文天线》，因为文天线是他写的，可是不准演的，在这日本要么去谈论这个中国人，这是最后一句话。上海在他心中是一个祖国和父亲的一个浪漫的化身，所以他自然就认为她是上海的女儿。这部影片其实是一个跨越3大洲这样的一部人物传记。我们在洛杉矶，当然就是现在彩琴住的地方，很多次采访。然后我们又去了伦敦，见到了她年轻时候的那些朋友们 ，Elizabeth， 他们做了一辈子闺蜜。然后 Jonathan 是她以前的恋人，曾经是撒切尔夫人的准女婿。然后Carlo 每天会给她打一个电话，越洋电话哦。她现在一个人生活，她没有什么助手，也没有阿姨，还是经常开车去买菜。上海的女儿这个人物传记版本的核心就是父女关系，我们就用了大量的京剧，做了一个京剧演唱的一个场景，黑暗中有2道大木栅栏隔离着父亲和女儿。我们在拍摄的当天，我说彩琴你就走进去，反正那个门等会儿就拉开了，你就进去呗。听着听着他就听出来了，这是《投军别窑》，是他爸爸最著名的那出戏，而且是讲夫妻离别。然后他嚎啕大哭，就是大家都傻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真的遗憾，现在可以跟他说话了，我们有共同的语言了。人没了。在我们的片中，她是父亲的女儿，她和父亲在艺术上探讨。片子结束的时候，你就知道她是她自己，她创造了她自己的一片天，她成就了自我。In my life, I've been, among other things, a queen, a whore, and an adulteress. As an actor, I have worn the regal garment of Clytemnestra, bared my shoulders in a satin slip as Suzy Wong, and concealed myself in a dull grey dress with a stigma of a scarlet letter on it. There's a line in Hester Prynne that says, "If I were tender, I will die."